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我身后的这栋房子是本村人和村里面的一个大叔买下来的，总共花费了6万块钱。房子旁边的这块地一起买下来了，将近有1分多地。现在呢，都围上了篱笆院子，里面呢种上了有油菜，之前这边还种的有些青菜。房子建筑面积大概也就80个平方左右，1层楼的平房。整个院子是没有多宽，但是房子独门独院，门前就有一条小溪。很多观众看了我的视频之后，都想到农村去买一些闲置的房屋来养老。其实很多人给我说，石头，你给我花个5、6千或者1万2万买一栋房子吧，你们本地人来买肯定很便宜的。其实今天拍这个视频也是给大家做一个解答。我说石头没有这个能力，我没有这个本事，5、6千、1万块钱左右给你们买到房子。那身后的这栋房子非常的简陋，也很小，里面呢也没有装修。本村和本村之间的买卖都花了6万左右。那你说让我几千块钱买房子，怎么可能呢？那我们就进入房子，带大家也看一下这栋房子究竟6万块钱花的值不值。这算是独门独院的房子了。门口呢有一条小溪，底下呢有一处鱼塘。这处鱼塘好像也是他们家的，但是里面呢水比较浅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鱼。顺着小溪往下面走，将近150米左右就是清水江了。整个江面呢宽约200多米，然后到夏天啊，在江里面钓鱼是非常方便的，鱼类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。底下呢，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稻田，每年呢都会种上稻谷的。房子买下来之后，一直没有装修，也没有住人。可以看到门前的杂草长得比人都高了。整个院子这一小块呢，已经是做了水泥硬化，将近有5到60个平方左右，没有多宽。然后房屋呢，建造的时间也比较久了，外墙呢都贴了瓷砖，防盗窗呢也是用不锈钢来做的。整个大门呢是没有安装的，建了房子之后，基本上就没有装修，然后就一直没有住人。村里面呢，刚好有一户人家呢，他是没有房子住，他说干脆就是6万块钱把它转手过来。我们可以看到房子呢没有多大，然后是一个类似于3合院这样子的。大门口进来之后就是堂屋，两侧呢都是卧室。这边背后的2个卧室呢，房门都没有安装，地面呢都是只做了水泥硬化，并没有铺瓷砖，然后墙面呢做了简单的粉刷，2楼的吊顶也没有做。可以看到这个屋顶的瓦片，整个楼层高度呢接近高约3米左右。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要住人的话，要进行适当的装修，以我的估算，大概最少都要5、6万块钱左右。房子距离县城有17公里，距离镇上有10公里，交通倒是挺便利的。但是呢，车子没办法开到院子里面，只能停在房子背后的马路，步行走下来接近有20米左右。其实这栋房子最大的优势呢，就是开门见山，门前的视野特别的开阔。然后这边距离邻居呢将近有50米左右，是非常安静的，基本上是没人打扰自己的生活。这边啊通水通电，喝的呢也都是山泉水。在农村里面，生活成本是非常低的。像这样的地方，如果种上个1、2亩的稻田，再种个1亩地，种点蔬菜，每年的生活成本，一家人可能也就1万块钱左右。房东大哥也告诉我说，旁边的这块地并不是他们家的，这是上面有户人家的。如果在这边居住的话，是可以租用的。其实听得出他是有点后悔了，花了6万块钱买下了这栋房子。最大的问题不通车。他说啊，如果要在这边居住的话，要装修好几万块钱，可能10来万。如果把房子拆掉重新再修，所有的材料进不来，靠人工搬运，
费用非常的大。他说，当年如果把房子买在就是说马路边上，这笔费用呢就会节省不少。其实，在农村来说，很多老百姓呢，他不是看重房子周边的环境，他更看重房子通不通路，交通便不便利。对于城里面的人说，这样的房子独门独院，和邻居没有接触就是最好的，不通车这都无所谓。我也想问问大家，你们总是说几千或者万把块钱买农村的房子，现在因为房价很便宜，房子老百姓没人居住都不想要了，肯定买得了。那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本地人买都花了6万，你们说想让我去给你们买，怎么买得下来呢？所以啊，大家以后也真的别为难我，你们就看看这样的一栋房子到底值不值呢？其实大哥说，当年买下这栋房子，他也是因为别人说这里的风水挺好的，住着呢都挺顺，上面的几户人家都发了财，而且房子现在也是空着，现在都是在外地上班有工作的，所以当时大哥呢也就想，6万块钱也不多，在这边把房子买下来，一家人在这里居住，可能也会有一个好的运气。其实我们稍懂一点的，看看门前的这个环境，应该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门前连绵起伏的大山，底下就是一条清水江，旁边呢都被这些山石给缠绕着，相当于整栋房子呢是背山面水，环境还是挺好的。在那旁边呢还有一大片的竹林，整个这边的山体呢环绕着整栋房子。如果这栋房子背后没有一条马路的话，我相信应该是非常好的。确确实实，大哥在这边买下房子之后，好像住了1年多的时间，也赚了钱。然后呢，到城里面现在买了一套商品房，总花费50多万。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道理啊？确确实实住在里面之后，一家人呢所有的运气都改变了。不知道视频前的朋友们，你们对于这方面有懂的吗？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